这养在仙界都几千年了，它怎么还这么小？怎么就长不大呢？你是不是活太长，有点缺心眼了？要是知道，咱们还用在这转圈？其实也还好吧。我倒是觉得这小姑奶奶最近安静了许多。那是你有所不知啊，咱们仙界是安静了不少，可其他界是倒了大霉了。你看见这小姑奶奶手里攥着的那块小石头了吗？那是妖界的点兵令。你说这小姑奶奶手里拿着的是剑令如见妖皇，还能集结妖兵的那个令牌？启禀帝君，这小姑奶奶是真的不能留在天界了。你们不想要我了，要把我送到哪儿去？还有你，别再叹气了，三长两短不是好兆头嘞。小姑奶奶，您听老仙儿给您说哈，老仙儿知道有个好玩的地方，那里有很多人，还有好多好吃的吃食。咱们天界有许多仙君都是从那里来的，您放心，帝君一定会让司命星君给您投个好胎的，绝不会委屈了您，您就只管吃喝玩乐。哪里？人间。可以，但我……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这是哪儿啊？说好的投个好胎呢？你帮着他们欺负我，下乃！叶青书，你不去我那儿市集，却在这儿坐着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你是我儿子妻，就该帮你这个家伙。夫人，您别急，就是这座山了，老农马上带人上去，您在山下等着。不，季嬷嬷，我要亲自去找。若是我的女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定要屠了师傅。小小姐会没事的。庄主一收到您的消息，马上将所有人都派了出来。只要咱们及时找到小小姐，还是有生还的可能的。生还的可能？这座山是什么地方？这座山的半山腰是无主坟。无主坟？无主坟？那岂不就是乱葬岗？已经过去2个时辰了，我的尸尸！石石，娘的石石，娘的女儿啊！太好了，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娘啊，没事。是娘不好，都是娘不好。娘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，娘给你报仇。季嬷嬷，老奴在。附近还有这样的山头吗？回夫人，有的。再往南5里还有个这样的山头，那山可不是无主坟，而是彻彻底底的乱葬岗，帝都里所有人避之不及，听说还时常有野兽出没。让人将石渊儿给我扔到那座山上去，今晚就扔。娘，夫人，二夫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石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，二夫人的意思，石石不在这里，应该在哪里？山上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昨天听说二小姐出去玩许久都没回来，回来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夫人，我今日来是有事想要求夫人。渊儿今日一早不见了，找遍整个府也没能找到，还希望夫人能帮忙找找。夏秋，将咱们院里的人全都派出去，帮二夫人找找。是。夫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求夫人让西宁山庄的人帮忙。夫君，
渊儿不见了，我是来求夫人的，希望夫人能派人帮忙找找。妾身只渊儿一个女儿，若是渊儿有个3长2短，妾身也没法活了。演得好。本夫人不是已经派人帮你去找了吗？你好好看看院里，一个人都没了，不然也不能有人来了连个通报的都没有。府里的人不中用啊，还请夫人让西宁山庄的人帮忙找找。妾身一定记得您的大恩大德，若能找到渊儿，妾身就如夫人的愿，再不做平妻。只要能让妾身守着渊儿和老爷过完此生，妾身便知足了。是你说让曼儿做妾的，还有，渊儿怎么会不见了？渊儿怎么会不见了？汪氏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做妾了？不是你自己在这说要做妾的吗？在曼儿进门的时候我就说过，曼儿是平妻，跟你有着一样的身份，大家都要尊称一声二夫人，你们都是一样的，平起平坐。平妻？石洪德，你出门问问咱们元夏国可有平妻一说，或者哪个官员家里有平妻？平妻是上不了族谱的，既然上不了族谱，那不是妾是什么？还二夫人？你还真是会享其人之福。以后二夫人还是注意点吧，别出去闹了笑话，连累女儿们嫁不出去。笑话，在笑。叶青书，渊儿都丢了，你怎么还不让西宁山庄的人去帮忙找？你是当家主母，渊儿也算是你的孩子，你这么袖手旁观，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？什么叫我袖手旁观？说不定只是石渊渊贪玩自己跑出去了，而且我不是已经派了人去找吗？渊儿那么小的孩子，怎么会自己跑出去玩？肯定被坏人拐走了。昨天石渊儿叫了下人偷偷带着石石出去玩，结果石渊儿回来了，石石却丢了。当时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石石只是贪玩，一会儿自己就带着下人回来了，不用整。凭什么昨天石石不见了就是贪玩不用整，今天石渊儿不见了就是出危险？那石业不是回来了吗？你让西宁山庄的人帮忙找找，又不会少块肉，这样也能彰显你当家主母的仁德。狗屁的仁德，老娘稀罕你那破仁德！狗屁的。哦，对了，季嬷嬷，将库房的钥匙拿过来交给汪氏。既然老爷你说汪氏是平妻，那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吧？从今天开始，这食府就由汪氏管，没有他占着平妻的名分，却什么都让我做的道理。凉啊，想换。吃腻了，妈这就让人换一种果泥过来。凉凉呀，不换泥，换爹。这个爹不护粮也不护窝。你居然要跟我和离！不，我不同意！这辈子你都别想，叶青书，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石家父，就是死了，也只能入我石家的祖坟。老爷，夫人，八皇子来了。夫人，石石找到了没？我带了母后的侍卫过来，咱们一起去找。石石有没有受伤或者哪里不舒服？要是有，一定要跟我说，我马上派人进宫找太医。没伤，娘在山上找到石石。山上有……啊呜！石石，你是说，夫人是在一个有狼的山上找到你的？夫人，可抓到是谁绑了石石？本皇子定要将他抓住了，但在交代了石石在哪儿后便自尽了。还有当时跟着石石一起出去的婢女和小厮，有的没回来，回来的几个也在昨晚发现死在了自己房前。看来这不是简单的绑人，而是受人指使。夫人可有怀疑的人？暂时还没有，臣妇也想不出到底是谁要绑了石石。八皇子，求求您让外面那些侍卫帮忙找找渊儿吧，渊儿也被坏人绑走了，求求您了，八皇子。渊儿好歹是石爷的姐姐啊，竟然也敢让本皇子帮着找人，真是好大的脸！石大人，
你这妾室如此不懂规矩，是你将她带下去好生教教，还是本皇子找个宫中的嬷嬷替你教教？有本皇子在，以后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叶青书，滚！对，总之我是不会和离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凉不换，换，只不过要等些时日。一边看不上我江湖出身，哼，一边舍不得我的嫁妆和娘家的势力，就是青楼的继子，都没他能壮。爹真坏，不过娘是有福气之人，以后一定会好好的，爹一定会倒霉的。娘还是太心软了，还是把那个十月儿带回来了。娘，有鬼，有狼，我不要待在那儿，我不要。元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粉，全是粉，还有白骨头。娘，我怕，我好怕。夫人，老夫人派了人来说身子不爽利，叫您过去市集。告诉他，现在是汪夫人在当家，市集这种事以后找她。哼，看清楚他们娘俩的嘴脸后，我要是还去受他搓磨，我是有多贱呢？是。叶青书，你不去我那儿市集，却在这儿坐着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你还懂不懂什么叫孝道？祖母，大声点。祖母，大声点。小姐的意思是说，老夫人您的声音再大点儿，院墙外面都听见了。果然是江湖出身教出来的女儿，看见祖母也不知道行礼问安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要是渊儿知道老身身子不适，早就心疼的哭了。怎么，时时哪里说的不对？就您这满面红光、底气十足的，看着比我身体都好，你病哪儿了？还有，我昨天已经将对牌钥匙给了汪夫人，您不是一直都喜欢她和石渊儿吗？让汪夫人去试病，您时时刻都能看到她那大家闺秀的模样，想必病也能好得快一些。我就不去给您添堵了。对了，以后您要是缺吃少喝了，也去找汪夫人，不必找我。毕竟这元夏国就没听说过谁家用媳妇儿嫁妆养家的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我儿的妻，就该当起这个家，怎能撒手不管？再说了，我儿是官，又不是没有俸禄，怎么就成用你的嫁妆养家了？你这样怎么配当我儿的正妻？还不如给汪氏让位。可您儿子说汪氏跟我平起平坐，不分大小，那凭什么他就可以什么都不管？每天和石渊儿两人就只管胡吃海塞买，我就得像个仆人一样伺候你们一家老小，还得从嫁妆里补贴银子受你们的气。你们可真是吓死我了！你不知道，小八来找我的时候，哭得眼睛都肿了。听说还大晚上去砸他七哥的府门，撒泼打滚的带走了他七哥府上所有侍卫。要不是听说时时已经找到，我都已经准备亲自出宫去寻了。师姐，七皇子，唉，还是老样子，也不出门，就每日窝在他那府里，只每月初一、15来看看我。你看，这不说着话呢，他就来了。好美！你这小丫头还不到2岁就知道美丑了。美人，抱诗诗。
这是他第一次肯碰别人。娘娘，自他有了自己的意识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愿意与人有肢体上的接触。真美呀，时时美吗？说说。不说话，时时丑，不回来。时时乖，不是因为你丑，哥哥才不说话，而是哥哥他不会说话，哥哥也不会走。你多美的哥哥，谁造孽你找谁，凭什么？谁把哥哥弄成这样，我就骂谁。哟，让朕看看，这是谁家的小姑奶奶呀？无需多礼，你也算是朕和皇后看着长大的，跟一家人一样。平日里没事多进宫陪陪皇后，你每次来，皇后都能高兴好多天。是呀，可青叔就是犟，说山庄的名声已经够响了。他那夫君本就是紧苦人家出身，他不想再让他有压力，所以一直偷的来本宫这里。唉，青叔这一片心真是喂狗狗啦！石家的小姑奶奶，来跟黄伯伯说说，刚才在大殿门口骂什么呢？谁把你气着了？朕给你做主，诛他9族可好？黄伯伯，黄伯伯在呢，咱们小石石有什么要吩咐的？黄伯伯，杀人有报应。皇上，没关系，让他说。报应，报应！美人哥哥不走，不说话，报应多可怜。石石啊，美人哥哥不能走也不能说话，你可知该如何才能医好？抱我。石石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澜沧经常抱你，就会慢慢好起来，对吗？会好，能走，能说，说石是美人。那以后你陪着你美人哥哥好不好？石石，你刚才说澜沧不能说话也是报应，那你再告诉黄伯伯，这报应是落在谁头上的？两个人气捉石石，爹和你。爹平齐，石渊儿扔石石上山，这些都是石家的事儿。臣妇教女无方，让娘娘和皇上见笑了。只是石石还小，说话颠三倒四，若有冒犯，让他说。杀银多，报应不在你身上，在美银哥哥身上。所以澜沧之所以不能说话，不能走路，不是病，是……青叔，你把石家的事都给我说清楚，一个字也不许漏。是。可怜的孩子，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本宫原还想着你一再忍让，总有你的难处，可他们竟敢动到石石头上。皇上，这事儿你别装聋作哑。朕知道，石弘德，朕记下了。明日早朝，把礼部那几份积压的折子都给朕翻出来。这就去办。还有石弘德最近经手的事，也都给朕送来。朕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几分本事，值得朕当初点他探花，提他做官。敢让朕的皇后动气，敢让朕的儿子和小祖宗受委屈，朕看他是活得太舒坦。
石宏德，朕听说你这些日子很是忙碌，忙到连家中嫡女丢了都只觉得是贪玩，倒是庶女不见了，就急得恨不能翻遍全城。臣教女无方，叫皇上见笑了。哼，教女无方，朕看你是连做人都没学明白。你身为礼部侍郎，家宅不修，嫡庶不分，如今连礼部递上来的册道都能错漏百出。石宏德，你这官当的倒是轻松。从今日起，礼部侍郎石宏德降为从六品员外郎，回去给朕好好反省。要是再叫朕知道你在家里在外头都拎不清，朕不介意让你滚得更彻底。臣领旨贤。我被降官了。夫人，老爷被降官了。哦，叶青书，是不是你去宫里告了状？是不是你在皇后面前搬弄了是非？石大人如今是员外郎了，脾气倒还跟从前一样的。你自己没本事，挨了训，怎么就成了我搬弄是非？若不是你，若不是你，若不是我什么？若不是我还活着，还带着石石好好坐在你面前，你那点体面怕是还能再装久一点，是不是？家里如今出了事，你还要继续闹？我闹？你把对牌钥匙都丢给了曼儿，又停了宫中的补贴，如今府里上上下下都乱成了一团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这元夏国哪个府上不是男人养家？难不成都是用媳妇儿的嫁妆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明日我就摆个宴，请你同僚的家妾们来问问看。青叔，你怎么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一点都不像我当初认识的。不，你错了，这才是原本的我。你给我拿点银子。渊儿虽然找回来了，这几日请医问药、安抚府里下人、打点官府都要花银子，不然这事儿闹出去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对了，多拿点，我怕少了不够。不要，你要用银子就去宫中支，跟我要什么银子？你每个月的俸禄从成婚到现在没给过我一个铜板，给谁了就找谁要去。咱俩现在还没和离呢，没和离你就有脸用我嫁妆了？别着急，等和离那日，你这些年花用我的全都得还回来。那些银子，我就是拿出去喂狗，也不会养你们一家子白眼狼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和离的。用不着你同意，滚！对。叶青书，你可真是出息了！我儿刚被降官，你不说安分些，还闹得满府鸡飞狗跳，你这是存心要把石家搅散是不是？石家散不散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儿的妻。可您儿子说汪氏跟我平起平坐，不分大小，那我这个妻似乎也不大值钱。我儿是官，是官。是啊，是官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这府里就用他那点俸禄活吧。你这毒妇，我定让我儿休了你！求之不得，但休不可能。我叶青书这辈子除了和离，就只能丧夫。你这张小嘴倒是会补刀。项梁，我这么好的外孙女儿，
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爹呢？诗诗，八哥哥来看你了。这2天有没有想我？有没有人又欺负你？殿下，你再惯着他，他真要上天了。那也比被人欺负强。诗诗，你说他们怎么坏了？哥哥给你做主。他们把窝丢到山上，差点窝就肥不来了。这个哥哥，我一告状，他就真的会生气。母后，黄伯母，母后，石大人根本就没把诗诗都当女儿。要不是有叶夫人在，诗诗早就被他们害死了。四爹，四爹，青叔，这事儿你不必再忍了。本宫既然知道了，就不会装作没看见。多谢师姐。谢什么？你是我师妹，诗诗是我看着就喜欢的孩子，他们敢欺负到你们头上，就是打我的脸。黄伯母别气，气坏了不漂亮条。行，本宫不气，等着吧，这笔账本宫替你们记着。美人哥哥高不高？诗诗美不美？你说啦，你说啦，你说啦。你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给父皇听听。美人哥哥抱。青叔，你看见没有？澜苍真的在一点点好起来。我看见了。我说会好就会好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和宝贝外孙女受苦了，可真是心疼死老夫了。要不是情叔你拦着，爹早在他娶平操的时候就将那姓石的混账给砍死了。我姓石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是你爹。你是外祖父的心肝宝贝，外祖父怎么会舍得砍石石？你和你娘啊，可是外祖父的命哟。叶庄主，叶夫人，叶夫人，皇后娘娘口谕，想接小姐进宫小住几日。这才刚回家。爹，师姐那边也是惦记石石。再说澜苍那孩子如今也离不得他。唉，你师姐也真是可怜，这么多年从没放弃过寻找神医。咱们山庄也一起找了多年，就连奇人异事也没放过。那么多人被请进宫，可就是没有一人能医得了澜苍。若石石真的能将他治好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我厉害。还是朕聪明吧？这要是先到皇后那里，朕怕是连报都报不上。那个什么，福来啊，把七皇子叫过来，就说朕要亲自督促他的课业，让他每日在朕这里报实时。是。你说那是洪德怎么就这么好命？真是逮猪出好笋，朕怎么就生不出这么招人喜欢的女儿？美人哥哥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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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不能进去啊！您好歹先让老奴通报一声。钱萧啊，朕以后再也不逼着你娶妻了。宋美人那件事咱就过去了，行不行？以后你爱怎样就怎样，就算一辈子不娶，朕也绝不多问一句，朕保证。启禀皇兄，臣婢想要娶妻，还请皇兄为臣婢做主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干什么？臣弟想要娶妻，还请皇兄做主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终于想通了。那你说，谁家的女儿能入你眼？叶青书。你说你要娶谁？叶青书，臣弟要娶叶青书。
还望皇兄给臣弟做主。这件事朕可做不了主，还得人家叶氏同意才行。等他和离后，只要他同意，朕就给你们赐婚。但你要记住，若娶了人家就得对人家好，要是娶了之后又不好好对人家，那就干脆不要娶，省得到时候皇后又要跟朕生气，也耽误了人家。臣弟记住了。诗诗，让本王抱抱。这个人想护粮。你这小丫头，就因为千霄好看，所以你就让他当你爹？你要知道，他除了打仗厉害，其他可是很不靠谱的，顽劣的很。当年这京都里1半以上的世家子弟都没能逃过他的毒手，那麻袋套的简直堪比朕的暗卫。玉佩呢？我爹新认的。娘这回不能再看错人喽。爹，变凉。诗诗，是你刚才说什么？爹，变凉。诗诗，又在胡说什么？王爷，请说。凉，这个可以当爹。那臣弟就先把这个位置占上。千霄，你倒是会顺杆爬。这是我新认的爹。王爷，正好路过，给诗诗带了些吃的，也给你带了几匹料子。天还凉，别总穿得这样单薄。王爷路过1次2次也就罢了，连着数日都正好路过，未免太巧。巧不巧的另说，东西是给你们母女的，总不会害你们。新爹好。诗诗今天怎么这样乖？因为新爹送吃的。诗诗，不许乱叫。没乱叫，接个库可以当爹。夏秋，把东西收了。再有下次，王爷不必这样费心。给你们费心，不算费心。既然时时认了本王做新爹，那本王总不能白担个名头。王爷这话说的未免太早。不早，我这人一向认定了什么就不改。可我没说过要改嫁。你没说过我知道，可你也没说过让我死心。要当我爹得考核。哦，那时时说说要怎么考？第一，得给我买糖；第二，得给粮出气；第三，不能向爹骗粮。行，本王都记下了。诗诗，叫一声爹爹来听听。爹爹，你倒是会哄孩子。那得看哄的是谁。美人哥哥，这是我新认的爹。抱。美人哥哥，抱诗诗。这才刚认的爹就失宠啊！爹爹不哭。懒藏真是小孩子心情。
青叔，当年你受伤那夜，救你的人根本不是石宏德。你当时昏迷，能看清的本就只有模糊一眼，后来偏偏是石宏德在你醒来后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便认定了是他。可真正把你从仇家手里带出来的人是我。所以，当年把我从山道上背下来，替我挡了那一刀的人，不是石宏德。不是。那这些年，是他顺势认了这份恩，你没查，他便不说。后来你嫁了他，他更不会说。当年我真的不该只相信自己朦胧中的一眼，就什么都没去调查，轻易相信了他。夫人对，是我心爹。还有吗？有，你要查石家，本王帮你查到底。青叔，当年我没想过要拿这件事谢恩图报，你认错人，是我没赶上。后来你嫁给石宏德，是我回来的太迟。可如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就不想再瞒着。所以你这些日子这样步步逼近，不只是因为时时认了你这个爹。本王当年对你一见倾心，只因缘分不够没能在一起。如今听说你想和离，本王想跟你再续缘分。是你愿意，还是你娘愿意？我同意，娘也会同意。出什么事了？原来当年救你的人根本不是石宏德。庄主，实不相瞒，本王当年对青叔一见倾心，只因缘分不够没能在一起。现在听说青叔想要和离，本王想跟青叔再续缘分，时时本王也会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且不会再要自己的孩子。还请庄主放心将青叔交给本王，本王定将他们母女俩当自己的命看待，绝不会让他们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好，你不想说，本王就等。可你若要查石家，本王一定帮你。夫人，按旧册对下来，石府这些年挪走的远不止明面上的那些。石顶楼绸缎庄南街那2间铺子账都被动过，还有几处庄田的租银也一直没入过叶府的账。这些财收兜兜转转，最后都进了汪氏的口袋。我原先只当他没本事，靠着我过日子，如今看来是我太高看他。夫人，咱们不能再忍了。忍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还要忍？娘，去搬家。是，去搬家，把本来就是咱们的东西统统搬回来。这个畜生！当年我把女儿风风光光嫁出去，不是让她去给人养一家子的。爹，我想清点嫁妆，所有契书、账册、产业，一样一样拿回来。拿，都拿，爹给你撑着，谁敢拦，老子剁了他！外婆，我也去。你去做什么？盯着，不能少。明日就去石府。叶清轩，你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？搬东西。搬什么东西？搬我的嫁妆，搬我名下的铺子契书，搬本来就属于我和石石的东西。怎么，你们用久了就真当成自己的了？护卫，随我去库房。这个、那个，还有那个，这个是我量的，这个也是我量的，还有那个都是我量的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谁敢停手，今日就别跟我回叶府了。你不要太过分！过分？我拿自己的东西哪里过分？
你非要闹到这个地步？不是我非要闹，是你们吃得太久，连自己的嘴脸都忘了。粮快没了，那就搬干净。是。就剩破防己和银纸了。这个毒妇，她是要把咱们一家往绝路上逼呀！老爷，妾身受些委屈倒不打紧，可渊儿怎么办？她年纪还这么小，如今库房都空了，府里上下也乱成这样。若是外头再知道老爷连后宅都护不住，往后咱们还怎么做人？他不是仗着叶家仗着宫里给他撑腰吗？他想搬空石府，想和离，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也得看看我答不答应。你还要怎么做？如今咱们都已经被他逼成这样了。他不是最要脸吗？那我就先把他的脸撕下来。老爷的意思是，去把话放出去，就说叶青书仗着娘家势大搬空夫家，苛待妾室和庶女，连孩子病了都不肯见。再说他最近住在叶府，和外男来往频繁，谁知道他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对，他不是要体面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一个坏了名声的女人，还怎么做叶家的小姐，怎么做人家的好师妹。若外头都传他容不下妾室子女，又在外头偷汉子，他再想和离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和离？我偏不和离。他越想走，我就越要恶心他。他不是想让我难堪吗？那我就让他先在外头抬不起头。青叔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气头上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诗诗都是我的女儿。那时候你怎么不说想陪在她身边？你不就是怕死，然后还盼着我女儿早点死，好霸占她的嫁妆？诗诗，前些日子爹爹没带你去玩，也没给你买什么。来，这块玉佩是爹送给你的，这还是你祖父当年戴过的，是咱们石家的传家宝，爹现在就把它传给你。东西送完了，人也可以走了。青叔，我今日来不只是为了石石，外头近来有些闲话，我原想着替你压一压，可你若继续这样闹下去，只怕连我也压不住。什么闲话？你这些日子带着石石住在叶府，三番两次往宫里去，又和王爷走得近。有人说你仗着娘家和宫里撑腰，早在外头有了人，这才急着搬空夫家，逼着和离。我今日好心来提醒你，是不想让外头人说的太难听。你若真为自己和石石着想，最好收一收脾气，别再闹下去。你一个和离都还没成的妇人，带着孩子住回娘家，又和外男来往的这样勤，真闹得满城风雨，丢的可不只是你自己的脸，石石以后也还要做人。石宏德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把你刚才那番话拿到明面上说，别一边在外头放脏水，一边跑到我面前装好人。你不是最爱体面吗？那就好好护着你的体面。再敢拿我的名声和石石来恶心我，我会让你连最后这一层皮都保不住。爹，嘴脏。这人已经开始往外头使脏招了。汪希曼带着石渊儿求见，不让进。夫人，渊儿这些日子一直念着妹妹，说到底你们终究是姐妹，何苦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渊儿病了好几日，府里请医问药，四处打胆，老爷日日发愁，可夫人却连看都不肯去看一眼。妹妹，我知道从前是我不好，可我那时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比我大，还不懂事。夫人，渊儿她到底也是个孩子，你何苦这样记恨她？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渊儿是无辜的。如今外头人人都说夫人容不下我们母女，
妾身也就罢了，可渊儿到底还小。夫人，妾身并非来和您争什么，只是想着您和老爷到底还没和离，何苦闹得这样难看，还连累外头人都议论纷纷。坏姨姨，别装喽，你今天来不是来求和的，是来门口做戏，给外面的人看的。你女儿病了，不找大夫，找我。你们石府还有俸禄，有宫中，有你们自己的人，怎么如今倒要一个已经搬走嫁妆的人来养你们？还有，你口口声声说我苛待你们母女，那我倒想问问，这些年是谁用自己的嫁妆养着你们一家子？又是谁把我的女儿弄上乱葬岗，回头还好意思来我门前演受害者？你哭不是因为难过，是因为没捞着好处。夏秋，送客，以后他们再来，不必通传。还有，门外那些喜欢听墙角的，也都给我听清楚，谁想往外头传话，就把我今日这些原原本本传出去。凉，去楼里看戏。好，咱们去石顶楼看场能让娘开心的戏。家门不幸，闹成如今这样，实在让诸位见笑了。青叔这些年性子越来越烈，我原想着家丑不外扬，可他搬空家产逼着和离也就罢了，如今连汪氏和嫣儿病着都不肯看上一眼。老爷，别说了，妾身和渊儿受些委屈不打紧，只要夫人能消气，妾身便是一直背着这些详话也认了。我倒没什么，只是青叔如今住回叶府，又和外头人来往频繁，外头那些议论越传越听，我这个做夫君的想替他压也压不住。若再这样闹下去，伤的可不只是他自己的名声，连石氏以后都要跟着被人指指点点。老爷，夫人总归还是夫人，您别这样说。她现在也许只是一时想不开，等过些日子，总会回头的。果然来了。青叔，你来了。诗诗，到爹这里来，爹给你点了你从前最爱吃的菜，你娘一时糊涂跟爹置气，你总不能也不认爹了吧？凉脏，拿我凉的人吃这么香，你们脸皮比锅底还厚。石大人今日这场戏唱的倒挺全，带着外使和庶女坐在我女儿名下的石顶楼里，我的银子放我的流言，还要顺带装一装受尽委屈的夫君，真是好本事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，这石顶楼是我家小姐名下的产业，连契书都在。老爷带着汪氏和庶女在我家小姐的楼里吃我家夫人的银子，还敢坐在这里编排我家夫人，当真是把不要脸3个字写到脑门上了。近来帝都里那些闲话，想必诸位都听过了。说我叶青书仗着娘家势大，搬空夫家，说我苛待妾室和庶女，还说我一个未和离的妇人，住回叶府与外男来往，是在外头有了人。好啊，今日既然石大人把戏台都搭好了，我就当着诸位的面，把这些话一条条掰开说。第一，我搬走的是我的嫁妆、我的铺子、我的产业，不是石家的祖坟。石府若离了我的银子就过不下去，那丢脸的不是我，是石大人这个连一家老嫂都养不起，还要靠妻子嫁妆装体面的男人。第二，汪氏和石渊儿若真受了苛待，大可以把这些年我用嫁妆养他们母女的账一笔一笔摊出来。可若要算，我倒更想请诸位评评理，是谁的女儿被带出府，最后一个人丢在乱葬岗上，险些连命都没了？又是谁回过头来在外头哭着说自己才是受害者？哦，你女娃丢了是大事，我丢了就是娃。至于你放出去的那些脏话，说我叶青书在外头有了人，说我不守妇德。好，我今日就站在这里，诸位都在，黄天白日也在，谁敢说自己亲眼见过，尽可以把名字摆出来。谁若拿不出凭据，还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叶青书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闹大。
看见没有，青叔这些年到底过的什么日子？要不是今日他自己把这层皮撕下来，外头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真会信了那些讲话。朕看见了，这婚不能再拖。娘娘若肯出面亲审，石弘德和汪氏这回就再无翻身的何地。本宫本就打算亲自审。石弘德不只是宠妾灭妻，偷盗嫁妆、骗婚骗恩，他如今还敢拿妇德、名声和外头流言去逼青叔，这样的人不能只合离为是，得彻底摁死。朕也早看石弘德不顺眼了，一个靠妻子嫁妆养家，靠假恩情骗婚，靠流言毁妻子的男人，留着只会脏了朕的朝堂。十夜，我要给我自己捏一个新的爹爹。夫人，好消息，有好消息！什么事？宫里来话了，皇后娘娘要亲自审这门婚事，让石弘德、汪氏、老夫人还有咱们都进宫。娘，要看大戏喽！王爷深夜来此，不合规矩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进去。明日进宫，你若怕，我可以陪你；你若不怕，我也会在。我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可不怕和有人站在你身后不冲突。青叔，明日不管审成什么样，你都不是一个人。娘，外头是不是新爹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因为我聪明。明日进宫，我要的不是一句公道，而是一把彻底斩断旧事的刀。娘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你吃亏。石弘德，你倒真是让本宫开了眼。宠妾灭妻，偷盗嫁妆，谎占他人功劳，妻女生死关头独自逃命，你做的好事一件都不少。皇后娘娘，臣冤枉，夫妻内宅之事本就难免有口角争吵。叶氏如今怀恨在心，非是想逼臣和离，可这些罪名臣断不敢认。替夫君分忧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本宫问你了吗？石弘德，当初救叶青书的人根本不是你。皇后娘娘，臣不是有意欺瞒。当年叶氏苏醒后，确实是他自己先错认了臣，当时不过一时糊涂，没有立刻否认，怎能因为这一桩旧事就把臣说的那样？那就是有意顺着我的错认往下骗。石弘德，我从前只觉得你薄情，如今才知你不仅薄情，还下作。叶青书，你何必话说这一场？臣便是有错，也不至于。还有叶氏之女被丢上乱葬岗一事，你口口声声说那是小儿女顽皮，可轮到淑女不见时，你却急得要全城去寻。孩童顽劣本就难免出些差错。10月2是臣的女儿，10夜也是臣的女儿，外头人怎么传，臣如何管得住？你竟然说这么恶心的话，看我怎么给你罪上加罪！皇上，这是王爷送来的急奏。你方才说内宅之事你不认，流言之事你不认，那朕就不跟你只说内宅。这是礼部旧档。3年前秋季采买，你任礼部郎中，祭布、礼器、香烛3项账目共虚报860两，差额银两没有入官账，反倒转进了你私下经手的外账。2年前有人觉采买账目有异，拟了纠合文书，被你压下。这是南街当铺和城西礼器行的口供。你为田任上亏空，点卖叶氏私库赤金头面、珍珠首饰，又拿叶氏名下铺器去做底，换来的银子拿去平你礼部的烂账。皇上明鉴，臣一时失察。失察？下面人经手，你的私印为何会盖在上面？压下纠验文书也是下面人替你压的。拿叶氏嫁妆去赌你任上的亏空，也是下面人逼着你去当的。竟能一边在后宅骗婚骗财，一边在朝堂虚报记账，受财枉法。皇上开恩，臣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臣只是一时贪念，一时糊涂，臣以后绝不敢再犯。
青叔，这门婚事你要如何？臣妇，请和离。皇后娘娘开恩，臣知道错了，臣以后一定改。臣与叶氏到底是夫妻一场，石叶也是臣的女儿，您不能让叶氏把臣的女儿带走啊！你的女儿，在你心里有过石氏这个女儿吗？她丢在乱葬岗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她被带出府时你查过一句没有？轮到庶女不见，你恨不得满城去找；轮到嫡女出事，你倒轻描淡写说一句孩子顽皮。洪德就算有错，到底是石家明媒正娶的儿媳。明媒正娶？你石家既然知道叶青书是明媒正娶的正妻，这些年又是怎么待她的？拿她的嫁妆养外室，拿她的银子贴家用，拿她的体面给你儿子装门面。如今证据都摆在离宫里，同本宫提儿媳二字。娘，要赢了！叶氏和离的诉求，本宫允了。至于汪氏，娘娘，叶青书与石弘德和离后，你二人若无旨意，此生不得和离，不许休妻。这辈子你俩就给本宫锁死，锁死，锁死了！王希墨没背景没家世，怎么报复我？我和他在一起有何用？和离是你家宅里的账，至于你在朝堂上做下的那些脏事，朕明日再同你好好算。石弘德，宠妾灭妻，典卖妻庄，是你德行败坏；谎占恩情，逼妻毁誉，是你心术不正；而虚报记账、受财枉法、压下纠身，拿妻子嫁妆去赌任上亏空，则是你渎职犯法。这样不配为我元夏国官员。从今日起，革去石弘德所有官职，其家人和其宗室子弟，男三代不得入朝为官，女不得嫁入皇族及世家。皇上开恩啊！臣知道错了，臣真的知道错了。娘，爹，完蛋喽！是，他完了。叶氏之女石叶，从今日起将不再是石家女，从石家族谱除名，是同叶氏一起单开一业，还是入叶家族谱，全凭叶氏做主。娘，我不姓石了。是，你以后想姓什么，都由你自己选。好，我想信什么就信什么啦。另封叶氏之女石叶为正一品右安郡主，赐封地，享10亿。有银？对，有石叶就等于有银子，以后咱们石氏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有银了，我有大银了！娘，我要买糖，要买楼，要买好多好多好多。好，都买。儿啊，怎么样？皇后娘娘总不会真……完了！老爷，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和离了，官没了，族里也完了。石叶从族谱里除了名，还被封了正一品郡主，你满意了？娘，我们以后不回来喽。不回了。再也不回来了。这就是那位右安郡主，听说是皇上最疼爱的孙女儿。
难怪，瞧这模样，真是招人疼。可不就是他吗？前些日子宫里那几道旨意下来，整个帝都都传遍了。你只看他招人疼，怎么不想想他背后站的是谁？皇后抱着宠，皇上看着笑，7皇子和8皇子又都护着，谁敢得罪？别得意忘形。妹妹，窝粮，阔美生泥。这位就是佑安郡主吧？臣妇听说了渊儿的事情，从前在石家的时候，您就仗着身份欺负渊儿，让渊儿和他娘不知受了多少委屈。现在您贵为郡主，又与他有着相同的血脉，理应互相照顾友爱，可不能仗着郡主的身份就欺负姐姐，被外人看见会笑话的。你是谁？臣妇是新上任的左都御史之妻封氏，渊儿是臣妇。你会有诰命？没有，小郡主，臣妇的意思是说，左都御史4极品，从一品。我极品。佑安郡主是皇上亲封的正一品。你一个从一品之妻，现在是在对正一品郡主说教吗？你米有诰命，康见本郡主4拔4嗨行礼。别说是你，就是你拉从一品的夫君见着本郡主4把鼻也嗨行礼。母亲，我别哭，哭了也不是我姐。石渊，你母亲不是汪氏吗？怎么，你爹这么快就给你换了娘？石大人还真是来者不拒啊！你胡说什么？叶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石家败后，石渊儿没有被送回族里，而是被左都御史夫人封氏带回了继府。带回继府？是。封氏曾有过一个先天不足的女儿，养到4岁就没了。她一见到石渊儿，就说有眼缘，很像她那个没了的女儿。问清楚身份后，便把人带回了府。原来如此，现在有新靠山，就来在宫里欺负人了。宫里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撒野的地方。娘说的对。叶清溪，我没告决，你现在也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耀武扬威？娘，没有，我有。你们再烦我就不客气啦。要臣妇向你低头行礼，做梦！你不信呀？坏了！你以后见了我，记得乖一点。诗，娘，我讨人道歉。小孩子家打闹一下，何必这样大惊小怪？美人哥哥，道歉，否则受罚。我才不会怕连路都不会走的哥哥呢。姨妈，美人哥哥，郡主急什么？我们渊儿不过说句实话。再说了，这会儿四下没人，谁又知道今日究竟是谁推了谁，谁骂了谁？欺负美人哥哥，看我怎么让天雷给你教训！吵吵闹闹的，做什么？
娘娘，只是孩子们之间一时玩闹。他推我，风氏还骂美人哥哥。风氏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娘娘，臣妇不敢，那小丫头冤枉我，臣妇只是……冤枉？来人，把风氏和石渊儿都带回凤仪宫，本宫倒要好好审一审，究竟是谁在冤枉谁。昨日御花园里的事，人证、眼睛、耳朵都齐了。风氏，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自己说。娘娘，臣妇知错了，没想到孩子们一时争抢，这才闹成那样。臣妇绝不敢有意冒犯郡主和七殿下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争抢？昨日御花园那么多双眼睛看着，你当真觉得前头你在御花园吃了亏，心里记恨？如今便借着石渊儿报复到郡主头上。至于七殿下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本宫的儿子评头论足？既然你这么闲，往后便不必再进宫了。风氏，自今日起闭门思过，无朕和皇后的旨意，不得再进宫一步。石渊儿既是你亲自带着的，也一并进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拖下去。美人哥哥，你抱我，抱了就不伤心。我还是护不住你。没事，爹被罚了，美人哥哥能走了。美人哥哥，来呀，你可可以！美人哥哥，你可可以！他真的又走稳了。再走2步，澜沧的崩再试试。不急不急，慢慢好。是，乖。美银哥哥，我跟你说哈，我总觉得自己在哪儿见过你，一看见你就亲切。我又想不起哪，你以前见过我吗？哎，算了，你现在可以说一点点，但说不全，我姐不是白问吗？时时不凡最美。皇上，外使突然提前入宫，可是边境那边又有了什么消息？人已经到了，宫宴也已经摆上了，眼下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。若他们借宴试探，臣弟会先拦着。庆叔，把时时抱紧些，今晚少让他离席。是不是要吃席？是吃席，但不是你想的那种简单吃席。万事已到。好像有不好的预感。娘，今晚刺激，我能多吃2碗吗？你今晚少说话，多吃东西，不许乱跑。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万一有人惹污呢？谁敢惹你？你不是还会哭个雷劈死人？对。这个带着。王爷，我知道你不愿意总欠我，可这种时候，不如就当是给时时压惊。爹爹会买。美银哥哥，抱！早闻元夏国得了一位天降福星的小郡主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凡。太子谬赞了，小孩子贪吃贪玩，哪里当得起什么不凡？小郡主年纪虽小，却已得皇上与皇后如此看重。
皇上，佑安郡主既如此尊贵，若两国连连，你又奶了。本太子只是觉得与小郡主甚是投缘。今日不易，来日方长，总还有在意的时候。小郡主，太子妃也好，侧妃也罢，总归滚！谁要跟你议？我跟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议，我跟你一个屁的议！你再议，我就哭个雷，劈死你！方才那一下吓死本宫了，澜苍，你若撑不住，就不该应战。美人哥哥，你好厉害！这不是小事，傅兴义今日敢当众把主意打到石氏身上，就说明外头已经有人把郡主这张牌当成了可以拿来试探袁夏的口子。是，今日看着像是冲石石来的，可真正要看的，恐怕不只是石石。他们在看皇兄会不会让，在看王府会不会退，也在看七殿下会不会为了石石再站起来一次。你会站的，花儿再来，你还可以打他。继续查，外史、巫师、命妇圈里放出来的风，一个都别漏。金竹镇急报。我去，地方命案要线严引，要是真牵出别的来，不能再拖。臣女也去。金竹镇这条药材线和臣女手里原先收回来的几间药行有牵连，若这条线能查实拿下功劳，我也想替自己和石氏多挣一层真正能压人的东西。好，你看账看药，我压地方和人。臭。坏阴都喜欢躲到臭地方。梁，金竹之远不远？远。我要跟梁一起去。我也去。这回你不必去，金竹镇路远又乱，太危险了。太危险啦！你不去？好，先不去。你们先走，若真乱，我会去。美颜哥哥，等我回来。界里不对，不止人多味杂，像还混了点别的。王爷、王妃，远道辛苦了。下官已在府中备好接风宴，只等为二位洗尘。郡主一路受累了，妾身命人备了最甜的点心和时鲜果子。接风宴不急，先把你们报上来的案情从头给本王说一遍。先说清楚，你们不像好人。家中只是内宅口角而已，鱼龙鼠若多疑，还请郭大夫、地方官也核查无果。王爷明鉴，妾身只是老爷纳进门来照顾家里，平日里连话都不敢高声，哪敢害人？姐姐这些年一直不喜欢妾身，如今见朝廷来人，便什么脏水都往妾身身上泼。你身上药味好重。妾身近来夜里睡不好，吃了些安神药。八四安神是那种银吃了会慢慢不对劲的药。你家夫人于氏现在在哪？在后宅歇着，她近日身子不好，不便见客。
那就现在去解。第一脚已经踩到地方了。凉苦，哪里苦？床边那碗苦，屋里也苦。别让他碰！王爷，王妃，药有问题。把药碗封起来。果然是你。诗诗，嘘，这里不止人坏，外头还有东西。郡主，你也看见了？他们就在方宅后墙和驿站外头转，白日不出来，到了晚上就跟着人走。他们不敢进来，这里有窝。昨夜于是醒了，他说方宅这些年一直有人在他药里动手脚。王爷，姐姐神志不清，妾身怎敢？你袖子里有东西。搜。药粉里掺了漫毒，这串草是招阴的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是，我是下了药，可若不是你纵着我、护着我，我一个内宅妇人哪来的胆子和本事做这些？一个坏，一个装，倒是挺配。经理来的。怎么了？莫兰苍知道我们在金竹镇遇事了。美银哥哥，信上说他已经动身了。他们还敢来？凉，我听见马蹄声了。美银哥哥要到嘞！你一真低，可以积极走了。你还可以说完整的话嘞。你怎么亲自来了？不放心。兰苍，小心！坏人！没事。诗诗，飞扬哥哥，诗诗，飞扬哥哥，是不怕。方才，多谢。他也护过我，
他们下手越来越狠了。这次冲的看着是石石，是的却不只是他。他们是在一遍遍探王府和皇家的底，看看谁会为他动，谁又会为了他乱。坏淫罪罚。也就是说，今天这一刀不会是最后一刀。没事吧？快让本宫看看。你是，就是坏人好多。坏言？还有多少坏言？朕替你全砍了。兰苍，你……我没事。美银哥哥好了，能站，能说话，能说石石漂亮。兰苍有今天，都是石石的功劳。石石真是小福星。是，只要有窝，美银哥哥会越来越好。金竹镇啊也结了，千霄和青叔。皇嫂，我和青叔的事，一切由青叔做主，我不着急。行，你们自己看着吧。说起来，石石总闷在宫里也不是法子。幼儿学院那边都是宗室和勋贵家里差不多年岁的孩子，白日去半日，散了就接回来，也让石石见见人气。他年纪还小，又是这副性子，我怕他出去惹事。惹事倒不怕，我怕的是别人惹他。真的？真。你美人哥哥陪着你去。小郡主，你有奶喽！本太子今日不是来惹你生气的，是来给你赔礼的。这个丑东西，种子也奶了。这是巫师，专程来替你瞧瞧，之前在外受惊是否落下了什么。臭脏！躲远点，快躲远点！拿下！回宫！学堂里都是孩子，你们也敢动手？皇上皇后明鉴，今日之事不是本太子授意，本太子只是想赔礼，是这巫师擅自动手。殿下，傅兴义，你人还在原下，手就敢伸到朕的学堂里，伸到朕亲封的郡主身上，你是真当朕不会动你，还是觉得一个金乌国太子就够在原下宫里撒野？皇上恕罪。来人，傅兴义留京待罪，无旨不得离宫驿半步。此人押去战王府，给战王亲审。令传旨下去，金乌国先前求开的言路全数封停，什么时候把这笔账说清楚，什么时候再谈。押下去。叶夫人，王爷，这次是本太子失礼，特来赔罪。脏！他如今一听见你们的声音都怕，你们这趟赔罪倒是赔得很彻底。叶夫人，太子殿下已经亲自来了，总不能什么？总不能把人都吓晕了，还想一句总不能就翻篇吧？您说吧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肯让这事过去？先把姿态摆正。你现在不是来谈条件的，是来求饶的。想让禁言令撤一半，可以。我要你们金乌国和元夏国接壤的那2座铁矿。不思索好嘞，装逼儿童版嘛。叶夫人这未免也太狮子大开口了些。哦，那就请回。小郡主明明就是装的，您这样就想拿走我金乌国2座铁矿，是不是？少用你的破爪子指我的女儿，再敢乱指，我就剁了喂狗。禁言令不是儿戏，你们把手伸到元夏学堂里，伸到郡主脸上，这会儿还想轻轻悄悄把事情抹平？好，2座铁矿，我应。铁矿只是开始，名单、账册，你们使团和巫师来往的所有东西，我都要。
小祖宗确实伤了心神，但没你们想的那么重。既然你们自己把刀递到咱们手里了，这会儿不顺势多讨点利息，岂不是白下这一场？难受。听见了，他到现在还难受。人，你们已经送到了，东西3日之内送到王府。至于这个，本王自己来审。这个丑东西肚子里还憋着坏水。别白费力气了，门口早撒了驱虫药粉，除非巫师大人还有更厉害的。你们盯上的真只是一个孩子。孩子也好，王府也好，谁先倒下都一样。你不是来抓窝的，是来拖时间的。继续说。小祖宗说的对，你这身上带的不是一条线，是一网线。说吧，除了王府，你们还把手伸到了哪儿？边上也有人。巫师大人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你那些虫子现在怕小郡主怕得跟见了阎王似的，你再硬扛，吃亏的还是你。你身上冤魂蜡那么多，你这种人把会为金乌国卖命，你只会为鸡哥。诗诗，你看出来什么了？他背后还有银。看来本王得换个人问了。王爷、王妃，我有东西给你们看。这不是原件，是我照着抄的，一个字都没漏。这上面说，海的另一边有别的国家，巫师和他们合作，想霸占我们的土地。他们说，只要逼出王爷体内的蛊，王爷就活不成了，到时候他们就占领这里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可以帮你送信回金乌国。没用的，我父皇对巫师深信不疑，就算是我也动摇不了他。小郡主，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不知道。府里有他们的人。那就一个个揪。好玩喽！你倒是命大，被扣在王府里还不消停。王爷与其在这问我，不如先想想自己还能活几日。你们以为把我扣下来就能平安无事？你们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自己人。林月，这个也有哦。完了！不对不对，这不是普通发狂，他体内有东西在啃血肉。他嗓子里有个黑滴。张嘴，快把他嘴撬开！能抓出来吗？不能。蛊虫若是受惊，就会拼命往血肉里钻，得找个更吸引它的东西，把它引出来。缺心眼儿，蛊虫喜欢血呗，不然巫师为什么用自己的血养它们？对啊，还是小祖宗聪明。王爷的血不行，我这半仙之体也不行，这玩意儿还挑食。我来，诗诗，轻点啊！我滴血珍贵，不能浪费。王爷，您体内那只，怕是比林月这只更麻烦。林月这只是催命的脊骨，逼出来就没事了。可王爷体内这只养得更久也更毒，不能硬弄死。说重点，重点就是今日下午得逼过，再拖下去，王爷自己都压不住。会不会有危险？危险肯定有，
但不逼危险更大。爹，爸会死吧？你爹命硬，哪有那么容易死？倒是把王爷绑严实点，省得他腾风了乱伤人。看我也没用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不行，来不及了！诗诗，宁夏叔叔把爹打晕！不要松开，不要松开，爹没事。再这样下去，这蛊虫会顺着小祖宗手上的伤口直接钻进去。爹放屎！不会，爹不会死。坏老头把我扔下来，又不许我死。这孩子的命数果然不是寻常人能算的。还吓人！以后再也不让你替爹挡了。你们父女俩讲完了没？讲完了，先喝药。小祖宗吓着了，得安神，王爷也得养。爹先喝。苦死了！这笔账不能只算到巫师头上，那就慢慢算。反正这回谁也别想轻轻松松翻篇。王爷，顾先生，陈四出事了。说清楚。昨夜营里有人发作，陈四高热吐黑血，军医没法子，像是奇怪的毒，不是毒一种。是那条线已经动到军中了。这不是普通毒，是蛊毒牵出来的败血，再拖一夜，人就要不行了。求你们救救他！要啥？冰蚕蚕丝、九阶灵芝，缺一样都不行。这两样东西长生阁有，可他们向来把东西看得比命还重。我记到，去那儿拿回来。你确定？陈思不是单独一条命，救他就是救后头一串人。备车去长生堂。让阮姐姐也去吧。你带她做什么？她眼睛哭肿了，再不让她跟着，她能把自个儿哭死。跟着吧，但一切听令，不许逞强。别跪了，我把爱康人跪。快走，救人要紧。总觉得自己要去的不是取药，是去抢劫。冰蚕丝、九阶灵芝，现在就要。顾明，你是知道规矩的，这两样不是银子能买的。只要你肯给，多少银子我都……不是银子的事。再晚一夜，陈思务必撑不住。今天不是来和你磨规矩的，是来救命的。那也得他们自己肯吐。在里头，就是他们。小心！这是自愿的。这冰蚕丝，我们求了几百年都没见他吐过这么多。乖，
他不会死吗？不会，他比人惜命。这份情，战王府记下。药拿回来了，人就还有希望。我知道，可我怕他等不到。沉思不会死，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都把他们吓吐死了，还不救活，那他们白吐嘞。好，那就接小郡主吉言。都别出声，毒药逼出来，差一口气都不行。沉思，别碰他！出奶嘞！毒再退。还会反复吗？但只要这口命调回来了，后面就有得救。球王，再给他多灌点。小祖宗，这是解毒，不是喂猪。我爸管，反正你得把人救活。活，肯定活。我要是把人治死了，以后都没脸再在您面前吹自己是神医。醒了，你总算醒了。醒了就说明暂时死不了了。哭什么？我这不是还没死？醒嘞，可以，命保住嘞。命是救回来了，但这几日不能动，药也不能断，再养个5、6日，差不多就能下地。顾公子，大恩不言谢。别谢我，谢小祖宗。没他把那俩宝贝拎回来，我再大的本事也白搭。他年纪小，受不起。八贵，我爸爱康仁贵。下次多给我留点将士们吃的果果就行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臣思临危不退，身陷敌营，仍夺回布防图，有功于社稷，特封骠骑大将军。令念其与阮氏情分深厚，特赐婚成全。钦此。伤还没好，别逞强。大将军站着接就是。皇上还说了，等伤好透了再谢恩也不迟。又升官又成亲，这么美的呀！皇上都开了口，你们两个总不能还拖着。你说，我不等了。这次我是真的怕了，等你伤再好一些，我们就成婚。就在军营里，简单一点也没关系。成亲了，这下有喜酒喝了。你倒是比谁都乐。当然
热闹嘞。逞强，不妨。我看这伤好得快，8成不是我的药厉害，是有人在旁边盯得紧。1只，2只，3只。蜡软姐姐就在盯紧点，争取3天就把营养好。没有帝都大婚的繁琐排场，东西却一样也不能太寒酸。红绸、灯笼、酒，军中都能凑，剩下的就由我补。不用你全补，本王出。将军成婚，本就是你这做王爷的体面，可阮姑娘这边不能让她像草草嫁过去一样。我也要出。你出什么？我出果果。行，那咱们小郡主就负责婚宴上的果子。戒筐放那边，蜡筐放戒里。小主子，您这是把自己家底都搬空了？八空，我还有。这些果子哪来的？秘密。不是你这营帐里，什么时候藏了这么多？我的。全是你的？对。小祖宗，您可真是深藏不露。别惦记，这些是给成亲的印和将士们的。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凉，快看，我挂底。看见了，挂得最好。那我呢？王爷也还行。办呀，快办呀！我的果子呢？一人一个，都有份，不许抢。行，不许抢的。这小祖宗到底背了多少家底出来？离近了，烫。我爸烫，火火喜欢我。那火要是真喜欢您，待会儿把您裙角点了，您可别哭。凉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那以后多办几次成亲吧。你倒是真敢想。您和凉不也还米饭吗？你这孩子，你今日看着像是真高兴。将军活了，人也成亲了，自然高兴。我也是，看你笑，
我就高兴。边境外那些散布，果然在往一处去。看来不是一时起事，是真有人在背后把他们捏成了一股绳。毒蛊布防图，边境小部落，这些线现在全串上了。若他们真要动，第一刀不会砍在最硬的地方，而会挑良线、要线和最薄的口子。这帮坏人是真多。王爷，臣请回边军序列。你伤没全好，可军中不能离人。栾姐姐，你又想哭了？没有，没有就好。你可以去，但不许乱来。你要是再把这搞成那样，我就把你捆床上。是，臣遵命。夫人，您这是把半副家都掏出来了。边境真动起来，最先缺的不是刀，是粮和药。能提前补的就先补上。那我的铜板不许动。你的铜板不动，你那几箱果子再分我2筐。粮，你现在学会抢劫嘞。等这仗过去，娘再给你补。那你记账哦，不许赖。你要跑？巡营不算乱跑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来看看营门，也来看看你。我是不是该记几回账嘞？来了，王爷，下令吧。传令，前锋即刻出营，后军补粮，要线跟上。所有人按昨夜定下的布置走。我会回来。我知道。爹，快点打完回来吃饭。好。粮啊，账还没算完。北线3支散部已经并在一起，前锋探到的踪迹跟昨日推演的一样。对面不是临时起义，是早就有人把他们串起来了。他们第一刀砍的不是城，是粮线和药线，摆明了想拖。毒蛊内应边军这几条线现在全都串上了，要真让他们拖住，后面会越来越麻烦。王爷，臣请前锋。你伤还没全好，能动就得上。前线你去打，后方的粮、药、棉衣和马料我来补。缺口给我，我今天就开始调。青叔，这不是几车药材的事。我知道这几条线我能补，你只管把前线守住。粮，打仗会是很多银吗？会。还会是很多大银，对不对？会。夫人，粮行和药行的人都送出去了，最迟明晚能动第一批，让他们先走最近的线，别怕贵，先把速度抢出来。是。粮，怎么了？盖次我计革出，我银纸少，但我也害家里的人。好，娘记着。粮不怕，我和你一起扛。
活着回来。是，出营。这一仗还没真打起来，营里就跟被人拿鞭子抽着转。越是这样，越不能乱。我知道，这包发热用，这包止血用，别再拿反了。记住了。阮姐姐，你别哭，哭了也得干活。知道。以小郡主名义，把第一批良药送出去。我的名？用你的名。为嘛？因为这是你出的德，也是你出的银。那你们记好哦，我可是有名有姓的好人。报，王爷，前线首战告捷。敌方前锋被打散，咱们截回一段粮线，还拿住了一个跟古市县通气的中间人。王爷命人传话，营中不必乱，按原定军需继续走。王爷呢？王爷无伤，陈副将也无伤，只是还在前线收尾，今夜未必能回。娘，爹赢了！赢了！我早就说了，我爹最内涵。哇，是钱！夫人，前线既然赢了这一阵，咱们后头几批军需是不是要接着送？送，趁这一阵打顺了，把后面的缺口也补上。粮，那我后头海阔可以继续出。你那点铜板，怕是连一车马料都不够。那我就多做好事，攒更大的。好，等你攒大了再一起出。药线和粮线的人都合过了，漏出去的那条口是巫师先前安在药线上的一个小吏，人已经拿住，弓也招了。边上的残余势力，昨夜也清了大半，剩下那点散布不足为患。也就是说，这边的局算是先压住了。是。粮是不是能回家嘞？能回了。等你们回京，这边我替你们盯着。这话本王记下了。粮，你昨晚说好喽？袁千霄，我这辈子吃过一次亏，不是因为我不够聪明，是因为我太信自己一时看见的东西。现在我不敢轻易再赌一次。可若你愿意让我慢慢看，慢慢走，我也愿意试。那你慢慢看，也慢慢试。你是说那丫头和叶青书已经要回京了？回京，边上的事压住了，王爷也该腾出手了。那还愣着做什么？他再怎么封了郡主，也还是你亲生的，难不成他真能连祖宗都不认？老爷，说到底，外头人最认的还是血脉。您若肯放下身段去看看小姐，说几句软话。如今叶青书靠着王爷，实业又得宠，您若还端着，只怕以后就真半点情面都没有了。
诗诗。美人哥边境这口气，总算先压住了。压住了边境，也该压住家里的事了。你们拖到现在，也拖得够久了。叶青书，朕不逼你，可你若已经想明白了，就别总叫朕弟弟在旁边干着急。臣女愿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朕就给你们择日。臣弟谢皇兄。要成亲了，要成亲了！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成亲是成亲，家里的旧尾巴也得一并收干净。你是说，宫里已经在替叶青书和王爷择日了？老爷，再不去，只怕以后真连门都摸不着了。明日就去。他叶青书和你和离了，可石爷爷身上流的还是石家的血，他总不能真把亲爹和祖宗都扔干净。备车。是。夫人，石宏德和石老夫人来了，说什么非见不可。青书，石大人有事。你们闹也闹够了，气也该消了。石爷再怎么封了郡主，也是我石家的血脉，怎么能不认祖宗不认亲爹？我是小，不是傻。我是郡主，有封地，有实力。你们有杀命。还有，我不是你的孙女，不是你儿子的女儿，我是我王爷爹爹和娘的孩子。石爷，你别叫我，你骗人，不要脸，还想认我，美的你！你这孩子被教坏了，你是石家的血脉，怎么能不认祖宗，不认亲爹？你家祖宗不是都被你好大儿折腾没了吗？石宏德，和离文书早已走完，你若还想闹，本夫人就把这些年你偷我嫁妆，拿我银子，占别人救命之恩，纵平妻害嫡女的账，一条一条摆到你脸上。叶府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，再不走，本王叫人把你们抬出去。滚！娘，旧账翻篇嘞。快点嘛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我也拜啦。夫妻对拜，总算是成了。朕早说过，这婚拖得够久了。成了！好了，成了！
我挑好胎了，我自个儿挑。